万万没有想到，把白醋倒在手心，然后搓一搓，居然这么厉害。可惜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它的作用，下面就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大家好，这里是鹏鹏美食房。白醋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是一种很常见的调味品，同时也是一种家庭清洁剂。它不仅可以在烹饪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能起到去除异味、污垢和除菌的作用。但是它在生活当中具体有啥作用呢？快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第一，家里面的菜板长期使用，上面会有密密麻麻的沟壑，而沟壑里面会残留许多的脏东西，尤其是切肉以后，它会散发出异味，非常的难以清理。别着急，这里只需要准备一包食用小苏打，然后我们再把食用小苏打撒一些在菜板上。撒的时候，我们尽量将它分散一些，然后再用白醋倒在上面。食用小苏打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碱性和酸性融合在一起，会产生出大量的泡沫，这也是它们发生化学反应的作用。倒入适量的白醋，然后用手均匀地将小苏打和白醋涂抹在菜板上。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去除菜板上的油脂污垢，还可以有效地去除菜板上残留的异味。有很多朋友每次切完菜以后，都会直接用清水洗一下就好了。其实这样不行，菜板沟壑里面还残留许多的残渣和异味，因此我们需要用上白醋和小苏打来去除。涂抹均匀之后，我们将其浸泡3分钟，时间到了，用湿毛巾在菜板上擦拭一下，把浸泡出来的脏东西给擦拭掉就可以了。擦拭完过后，我们再近距离看一看，沟壑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脏东西了。当然你也可以闻一闻，经过白醋处理以后的菜板也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如果你家的菜板也常常散发出异味，就赶紧用这个方法试一试吧。第二，我们每天都会切菜，尤其是我们切到辣椒的时候，甚至是小米椒，它们里面含有一种被称为辣椒素的化学物质。就是因为这种辣椒素的物质会对我们人体的神经末梢进行刺激，从而就会感觉到特别的辣。每次切完菜以后，手上也会残留辣味，非常的难受。而我们只需要倒上一些白醋，然后双手相互摩擦搓一搓，这是因为辣椒中的辣椒碱沾到了皮肤上，刺激到了皮下毛细血管和神经，引起的灼热、疼痛和微辣感觉。而用白醋搓一搓，这样可以和辣椒碱混合后，可以有效的中和掉手上的辣椒碱，从而消除掉切掉辣椒以后引起的灼热和疼痛感等等。搓洗好以后，我们用水再清洗一下就可以了。这时候你就会惊奇地发现，手上因为切辣椒引起的灼热和疼痛感就会大大的减少了。第三，我们每天炒菜的时候都会包大蒜，因为大蒜是我们烹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香料。然而每次在我们包完大蒜以后，我们的手上就会留下浓浓的蒜味，非常的难以处理。
往往会在手上残留很长一段时间，令人非常的烦恼。其实我们只需要在手心倒上一点点白醋，然后将白醋均匀的搓一搓，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除手上残留的蒜味儿。因为醋可以消除大蒜留下来的有机硫化物成分，让辛辣素硫化丙烯与蛋白质结合，从而就可以有效的去除大蒜味道。把剥了大蒜的手指头尽量多搓一搓，然后你就会惊奇的发现手上的大蒜味已经变得非常的淡了。最后用水把手上的白醋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如果不信，你用这个方法试一试，洗完之后闻一闻，你会发现手上残留的大蒜味已经不见了。第四，咱们家里面的不锈钢锅盖以及盆子等等都可以，用久之后上面有许多的油脂污垢，而且非常的难以处理掉。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撒入一些食用小苏打，然后把食用小苏打均匀的给它剥开，最后再用白醋慢慢的淋在小苏打上，然后用你发财的小手将白醋以及食用小苏打均匀地涂抹在锅盖的每一个部位。食用小苏打不仅有清洁作用，而白醋也同样具有清洁以及软化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把锅盖上面残留的油脂污垢进行软化以及清洁。涂抹均匀过后，我们把它放在一旁静止3到5分钟，这样一来，我们在清洗过程中就会更加的简单，更加的轻松了。现在浸泡时间到了以后，然后用水将锅盖上面残留的白醋和小苏打冲洗一下就可以了。随便冲洗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见锅盖上面残留的油脂污垢已经不见了。咱们近距离看一看，清洗前和清洗后的差距是不是非常之大呢？第五，切菜过后的菜刀，尤其是切完肉以后，菜刀上会残留油脂或者异味，长期以往，这样就会让我们的菜刀变得不锋利。用同样的方法，只需撒上一些食用小苏打，然后再次滴上一些白醋，然后用你发财的手将白醋和食用小苏打均匀地涂抹在菜刀整个刀身上。这样一来，菜刀上的异味不仅可以去除掉，而且上面残留的油脂污垢也会非常容易的被去除掉。在涂抹过程中，咱们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手给划伤了，不然就得不偿失了。涂抹均匀过后，只需要用水冲洗一下，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把洁亮如新的菜刀了。冲洗完，我们再近距离看一看，可以明显的看见清洗之前菜刀上残留的那些污垢已经全部不见了。朋友们，没有想到吧？原来白醋除了是调味品之外，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这么多的小妙用。你还知道白醋在生活当中的其他小妙用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拜拜。